家村第1集。车停在一棵枝繁叶茂的老槐树前，我提着行李下了车，按照地图步行了3个小时后，终于看到了一条湍急的小河。河面上架着一座石桥，桥的后面竹林中隐藏着一个村落，村落后则是突兀而起的壁立千仞的高山。桥头立着一位老人，正在等着我的到来。他衣着破旧，却精神矍铄，两眼炯炯有神，左手手指上还带着一个大大的绿玉扳指。老人看到我后连忙上前，递给我一支没有烟嘴的纸烟，就问：哎呀，你是来支教的秦老师吧？我点头，是的，我就是秦石。我接过了他递来的劣质烟草，点燃后塞进嘴里。我知道要是拒绝了这支烟，他一定会认为我看不起他。老人姓谷，是谷家村小学的校长。谷家村位于西南某大山深处，地处偏远，人口构成以少数民族为主，识字力量向来薄弱。我从师范学校毕业以后，经过申请，将在谷家村度过1年的支教时光。走过石桥，穿过密密麻麻的青翠竹林，我看到一所简陋的学校，没有围墙，一块没有平整过的土坝子后，并排立着几间破旧的平房，都是建在石头屋基上的木板房。平房前有一支旗杆，飘扬着5星红旗。10多个衣衫褴褛的少年围在旗杆下的一口锅边，争先恐后的舀着锅里掺着菜叶的稀粥。一个20多岁的女孩站在锅后，大声招呼着孩子们不要抢。我朝那女孩看了一眼，不禁愣住了。这女孩穿着一身浆洗的有些发白的蓝青色长裙，乌黑的长发在脑后做成一个简单的发髻，素面朝天，却遮掩不住她浑身散发出来的灵气。她是个漂亮的女孩。谷校长对我说：那是甄老师，也是来支教的，在谷家村已经快5年了。他教语文、数学，还兼任生活老师，负责煮饭和照顾孩子们的生活。5年，女孩最宝贵的5年青春，她都奉献给了贫困山区的教育事业。我不由得露出了敬佩的神情。谷校长带着我走到锅边，向甄老师介绍我。我嗅到一股清香，顺势向锅里一望，看到雪白的米粥里飘着绿色的菜叶，红色的腊肉粒，黄色的鸡蛋蓉。与甄老师握手的时候，我很尴尬地吞了一口因为条件反射而产生的唾液。甄老师笑了，眼睛眯成一条小缝，脸上绽放出2个小小的酒窝，看上去显得更加漂亮。不知不觉中，我握着他的手竟然忘记了松开了。谷校长，秦老师，你们都饿了吧？我知道今天秦老师要来，我特地做了一桌子菜在厨房里呢。甄老师抽出手，笑意盎然地说道。银铃般的声音顿时化解了我的尴尬。我连忙说：不用这么麻烦的，我和同学们吃一样的稀粥就可以了。谷校长捅了捅我的腰，笑着说道：秦老师，今天你第一次到我们谷家村，还是吃一顿好的吧，以后啊，还有的是苦受呢。我跟他们走进一间作为厨房的平房，突然砰的一声，后脑勺一阵疼，摸了摸，竟是满手的鲜血。回过头，一个浑身肮脏、双眼呆着的男孩站在距离我不远的土坝子上。他很瘦，头却很大，手里正握着几块石头，用力地向我掷来。刚才我就是被他掷出的石头给砸破了脑袋。
古校长瞪圆了眼睛，大声训斥：“你在干什么呀？”那小孩被吓得浑身哆嗦了一下，转身就跑了。在坝子外还站了几个小孩，也是头大身小，两眼呆滞。他们茫然地看着男孩跑到他们身后，突然发出一阵哄笑，然后一起转身钻进竹林里了，消失的不见踪影。我捂着脑袋走进一间简陋的教室，甄老师找出一些绷带，小心翼翼地帮我绑上。他看到我呲牙咧嘴的痛苦模样，微笑着朝我吹口气，问道：“这样会不会好一点？”当然，我的疼痛不会因为他吹两口气而减轻，但我还是如鸡啄米一般的点了点头：“是的，是好多了。”古校长在一旁忍俊不禁，我赶紧说：“真的好了很多。甄老师的绷带的手法很娴熟，比城里的护士还温柔呢。”为了岔开话题，我转过头来问：“校长，刚才那个调皮的男孩也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吗？”那个男孩神情呆滞的模样浮现在我的脑中，又让我感到了头疼。古校长摇了摇头：“哎呀，那个男孩啊，不是我们学校的学生。”他指了指自己的太阳穴：“他呀，这里有点问题，没法到学校来读书。”啊？我有点好奇。古校长解释道：“因为古家村太偏僻了，村民都是就近通婚。这时间长了之后，难免通婚对象未出五福，生下几个智力有问题的孩子也是很正常的嘛。”听了他的话，我不禁想到，刚才土坝外还站着几个同样眼神呆滞的孩子，难道他们也都是智力障碍的儿童吗？包扎好伤口之后，我们回到厨房，只见一张方桌上摆满了菜肴：蒜苗腊肉、白果猪蹄汤、猪肉炒蒜苔、凉拌笋尖、清炒莴苣。甄老师的手艺真不错，虽然用料简单，但每一样菜都是色香味俱全，入口之后两颊留香。今天赶路匆忙，早已经是饥肠辘辘，顿时胃口大开，大口大口的狼吞虎咽起来。刚吃几口，忽然听到飘来的叮铃铃、叮铃铃的铃声，是上课铃吗？现在中午，怎么会有上课铃呢？这时，古校长突然脸色变了一下，拍着脑袋说：“哎呀，我怎么忘了？今天是东婆婆来学校的日子哟。”甄老师连忙说道：“这会儿东婆婆一定还没吃饭，赶紧请她进来吃饭吧。”她站起身，取了一副碗筷放在桌子上。东婆婆，东婆婆是谁呀？我还没有来得及多问，古校长已经慌张地走出厨房，大声地喊着东婆婆的名字。过了一会儿，就听到步履蹒跚、颤颤巍巍的脚步声向厨房走了过来。甄老师忽然凑近我的耳边，轻声说：“秦老师，和东婆婆吃饭的时候，你一定不要惹她生气。”啊？为什么呀？东婆婆是什么人呢？我好奇地问。她呀，是个草古婆。甄老师看了一下四周，用小的几乎听不到的声音答道。我不禁瞪大了眼睛，满脸疑惑。草古婆的意思，我当然知道。在来古家村之前，我曾经特意在网上查过这个西南某省深处的山村的风俗。居住在这里的少数民族，有着很多神秘的风俗，养蛊放蛊就是其中最为古老阴森而又神秘恐怖的一种传说。传说每年农历5月5日毒气最盛，最适合养蛊。养蛊人将正厅打扫干净，在神前焚香点烛，
对天地鬼神默默祷告后，就会在正厅中央挖上一个大坑，埋一个口小腹大的大缸，缸内放置100种毒虫，然后加盖掩埋。1年之中，那些毒虫在缸中互相吞噬，毒多的吃毒少的，强大的吃弱小的，最后只剩下一个。这最后的毒虫吃了其他所有的毒虫后，就成了蛊了。蛊有剧毒，蛊的主人会用自身的鲜血来喂养它，久而久之，蛊和主人会心灵相通，服从主人的命令。养蛊之术向来是传女不传男的，道行最深的养蛊人多为年老贫穷的女人，她们常利用放蛊为祸乡里，勒索钱财。这些养蛊的女人终身不嫁，被人称为草蛊婆。一个草蛊婆为什么会到学校来呀？而且校长还显得那样的欢迎。甄老师看出我的疑惑，小声解释：草蛊婆呢，分为2种，恶蛊婆与善蛊婆。东婆婆是一个善蛊婆，她养蛊不是为了害人的，而是为了行医。她到学校来就是给学校的学生治病的，但是如果你惹了她，她生气了一样可以放蛊来害你。我曾亲眼看到一个骂她的山村壮汉毫无理由的就死了，肚子鼓得像座小山一样硬邦邦的，里面的器官全都成了石头。好，我不惹他，吃饭的时候他说什么我就附和什么。我答道，但心里依旧充满了疑惑。东婆婆是来给学生治病的，学校里的学生难道都有什么病吗？东婆婆是个满脸沟壑的老人，拎着一只小背篓，背篓上蒙着一张湿哒哒的荷叶，她的眼睛都快瞎了，眼皮耷拉下来，遮住了整个眼窝。她进门以后，眼皮飞快地抬了起来，朝我望了一下，露出一双看不见瞳人的眼睛，眼中写满了冷漠与警惕。武校长连忙向他解释，他点了点头，说：校长啊，吃饭还是免了吧，我先做正事儿。他不等校长说话，就自顾自地拎着背篓走出了厨房了。武校长跟了出去，我也想跟着出去。这时甄老师一把抓住我的胳膊，关切地说：秦老师，一会儿你无论看到什么都不要露出惊讶的表情，更不要发出声音。我赶紧点头。从无数小说电影中，我早就知道了蛊术的神奇与邪恶，我可不想让蛊虫钻进身体。平房外的土坝上，10多个小学生并排站在旗杆前，撸开了一只胳膊上的袖子。东婆婆拎着背篓，从左到右，又从右到左，眼睛不停地扫着这些孩子白生生的手臂。蓦地，他停下脚步，倏地伸手揭开了蒙在背篓上的荷叶，从里面抓出几条黑黢黢的虫子，放在了手心。那是什么虫子？是蛊虫吗？他想要干什么？难道是要把蛊虫植入孩子的身体吗？我不由得感到一阵阵的心悸。东婆婆用手指捏起一条黑色虫子，从我这个角度看过去，可以看出黑虫很是干瘪，仿佛只有一层皮一般。东婆婆捉住一个男孩的胳膊，将指尖那只黑色的虫子放到了男孩的肘关节内侧，只是一瞬间，黑虫的身躯鼓了起来，像是充了气的气球。黑虫的皮隐隐有红光，因为它从男孩的血管中吸了鲜血。甄老师凑近我的耳边小声说：那是水蛭，饿了好几天的水蛭。
他为什么要用水蛭吸学生的鲜血呀？这些孩子都患有疾病，东婆婆用水蛭吸走鲜血，是为了拿回去制作救命的蛊虫。只有找到能杀死血液中毒质的蛊虫，才能植入体内治病。我明白了，这就是和医生通过验血找出病毒后对症治疗有着异曲同工的作用。东婆婆从孩子的胳膊中取出了血液样本后，拎着背篓离开了学校，连饭都没吃。她离开后，我就问：学校里的孩子们都得了什么疾病？武校长叹了口气，眉头紧锁的道：近几年来啊，我们这个村庄里出生的孩子无一例外都患了智力障碍，所有孩子都是天生不会说话，头大身子小，大人都心焦了，却没有任何办法。幸好5年前东婆婆来了。5年前东婆婆路过古家村，去深山捕捉毒虫。她看到几个神情呆滞的小孩后，顿时大叫道：这几个孩子受到了邪神的侵犯，神智已经被恶灵掳走了，必须用蛊虫以毒攻毒，驱走邪灵才能治好他们。因为不知道究竟要采取怎么样的蛊虫才能治好孩子们的病，所以东婆婆并没有治疗所有的孩子，她只是先挑选了10几个孩子送到了晚小当做实验。那一年甄老师也正好初到古家村，他也从头到尾亲眼目睹了东婆婆的治疗过程。每个月的初5，东婆婆会来到学校，用水蛭抽走孩子们的鲜血，然后在10天后带着蛊虫回来，与孩子们关在一间教室里，把门窗都蒙上黑布。神秘的做法，她还特地要求，在这10天内，除了学校里的老师，孩子们不能接触任何外人，吃住必须在学校里。几年下来，孩子们痴呆的病情真的好了很多，除了偶尔还会出现痴呆的症状以外，平时已经可以像正常人那样生活与学习了。在孩子们清醒以后，古校长和甄老师也私下问过他们，东婆婆究竟是怎样用蛊虫去做法的。但是孩子们说，一进屋，他们就昏昏沉沉的睡着了，什么都不知道。看着这几个孩子一天天的好起来，古校长开始请求他也给其他孩子治病，但东婆婆却拒绝了。她说必须要等那些接受治疗的孩子完全康复了，她才会给其他的孩子治病。那些没有接受治疗的孩子的家长虽然心中愤恨不已，但因为忌惮东婆婆的蛊术，所以也不敢有什么异议。今天正好是初5，东婆婆又来到古家村晚小，就是为了给孩子们取血的。10天之后，她会带着治好的蛊虫再次来到这里。看着东婆婆离去的背影，我不禁对她肃然起敬。就在我出神的时候，甄老师捅了捅我的腰：秦老师，快去吃饭吧，菜都快凉了。我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刚才那顿饭还没有吃完呢。正要回厨房的时候，我忽然听到土坝外的竹林里传来一阵嘈杂声，回头望去，竹叶摇曳着雪片般的落下，刹那间10个赤着上身的山村壮汉从竹林里钻了出来，手里挥舞着木棒，大声用当地土话叫嚷着什么。他们说的话我一句也听不懂，但我却看到古校长浑身颤抖了起来，脸上露出了惊恐的神色。这些山村壮汉要做什么？我还没有来得及多想，他们已经冲过了土坝，团团围住了我和古校长、甄老师。
为首的一个40多岁的壮汉，留着络腮胡子，满身的刺青。他挥舞着木棒，语速极快的向古校长吼着，视线却盯着甄老师。我心中暗暗一紧，连忙问古校长：“他们在说什么？”古校长眉头紧蹙的回答：“他们要药，他们的孩子都是东婆婆没有治疗的智障儿，现在他们找我们交出东婆婆配的药，要是我们交不出，他们就掳走甄老师。”甄老师也听到了古校长的话，他全身的神经都紧绷了，恐惧地望着壮汉们。他悄悄地移动脚步，躲到了我的身后，我也赶紧挺起了胸，想要保护他。可是面对这么多凶神恶煞的壮汉，我的保护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？为首的壮汉向我逼了逼，伸出形如蒲扇、长满黑毛的手掌，像拎小鸡儿一样将我拎到了一边。然后他抓住甄老师的手腕，毫无怜悯的使劲一掰，将甄老师扛到了肩膀上，大声咒骂着向着竹林大步走去。我躺在地上无力的叫喊着：“把甄老师放下来！”可是没有人搭理我。甄老师流着眼泪在壮汉的肩膀上朝我喊道：“秦老师，我走了以后，你记得每天给孩子们煮稀饭，他们都喜欢吃加腊肉的稀粥，腊肉就掉在厨房里。”他的声音越来越小，最终消失在竹林里。学校里暂时恢复了平静。我问古校长：“现在我们该怎么办？”这是我第一天来到古家村，没想到就遇到了这么突发的事件。古校长叹了口气：“现在我也没什么办法了，我们根本就没有东婆婆给的药，我只有去最近的镇上报警，让警察来解决这个事儿。”他仿佛又老了10几岁，一张脸黯然无神。看来也只有这个办法了。从古家村到最近的一个镇来回一趟，要花上整整1天1夜的时间。古校长在离开前对我说：“小秦呐，学校里就剩下你一个人了，你一定要把孩子们照顾好。”说完后，他就步履蹒跚地走出了学校了。孩子们都很乖，尽管出了这么多事儿，他们还是回到了一间当做寝室的平房里，躺在简陋的高低床上，很快就各自睡着了。我来到厨房，取下吊在天花板上的腊肉，刚想切下了一块做成粒，却嗅到一股馊臭的霉味儿，正是从腊肉里散发出来的。我无奈地将腊肉扔到一边，打开我从城里带来的皮箱。皮箱里有我从家里带来的紫菜，还有腌牛肉。我决定晚餐不熬粥，做一顿干饭，再弄盆紫菜蛋花汤和一盘腌牛肉片。这些大山深处的孩子以前一定没吃过紫菜蛋花汤吧？偶尔给他们改改口味儿，也是挺不错的。果然，晚餐是我推出一系列新菜肴，很受学生们的欢迎。他们如风卷残云一般，将我做的饭菜全部吃光了。按照东婆婆的要求，她下次回来之前，孩子们都不能回家，吃住必须待在学校里。安排他们复习完功课以后，我精疲力竭地回到了古校长为我安排的寝室里。躺在干净的床上，我却怎么也睡不着了。脑海中不停地萦绕着甄老师的影子，他被山村壮汉掳走后，现在怎么样了？他们会伤害他吗？他被囚禁的时候，我又怎么可能躺在床上睡觉呢？想到这里，我坐了起来，
穿上衣裳走出了寝室。尽管不知道甄老师被壮汉们关在什么地方，但我还是要尽一下自己的努力去寻找他。或许我根本找不到他，但这起码能让自己稍稍的心安吧。走出寝室后，我先听了一下孩子们就寝的那间平房，那里只有微微的鼾声，我不想惊醒他们，于是踮起脚，轻轻地穿过土坝，走到了竹林边儿。竹林里有一条黑黢黢的狭窄小路，两侧竹影婆娑，竹叶摇曳着，张牙舞爪，恍若幢幢鬼影。望着这条小路，我顿时感到了阵阵的心悸。我不知道穿过这条小路将会看到什么，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能不能找到甄老师，但我还是向前走了几步，踏上了小路。身后的竹林很快淹没了我的退路，我别无选择，只能向前走。2分钟以后，我走到了竹林深处，四周的竹叶飒飒作响，我感到一丝寒意，连忙加快了脚步，想尽快走出竹林。谁知道突然脚下绊到什么东西，一个趔趄，竟然摔倒在地上。我回过头，顿时惊呆了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眼珠子几乎从眼眶里掉了出来。在地上，一只干枯蜡黄的手从地底破土而出，5根手指无力地耷拉下来，大拇指上有一枚绿玉扳指。这是古校长的手，他死了，被埋在了竹林深处的土里。一定是那些壮汉不准古校长离开村庄，去报警，然后杀死了他，把他埋在了这儿。我发出一声尖叫以后，立刻意识到自己不能再往外走了，要是被壮汉们发现以后，我一定会被他们给杀死的。我惊慌失措地从地上爬起来，跌跌撞撞地沿着小路回到学校的土坝上。正想回寝室的时候，突然听到砰的一声，孩子们睡觉那间平房大门被使劲推开，一个头破血流的孩子从里面跑了出来。他的脑袋流着血，但却没有尖叫，更没有哭泣，只是板着一张脸，双手背在后面，没有任何表情地站在我的面前，两眼呆滞地望着我。怎么，你从床上摔下来了？我诧异地问。我摸了摸自己头上缠着的绷带，不禁想，现在甄老师没在，要是换我给小孩缠绷带的话，不知道能不能也缠得这么好。这孩子并没有回答我，还是冷冷地看着我，眼神空洞，却又似乎将我的5脏6腑看得通通透透。看着他的眼睛，我不由得感到遍体冰凉，寒意从脚底慢慢地爬到了全身。蓦地，孩子手从背后伸了出来，在他的手中竟然握着一根钢管。他仰起头，发出一声凌厉的尖笑。我一眼就看得出来，他手中的钢管是高低床的床腿，难道他们将床腿拆下来了？不等我多想，随着他的一声尖笑，学生寝室里又冲出10多个孩子，他们全都流着血，有的牙齿被打掉了，有的胳膊被刺了一个洞，有的胸膛正在流着血，但他们毫不例外，手中都握着钢管。所有的孩子都眼神空洞，大声地吼叫着，挥舞着钢管向我冲了过来。他们想要袭击我，下意识中我转过身来，拔腿就跑。孩子们在我身后狂奔，追逐着我。我听到了呼啸的风声，孩子们奔跑的速度竟然是那么快，身后的脚步离我越来越近，我别无选择，一头扎进了竹林里那条黑黢黢的小路。刚一冲进小路，我就撞到一个软绵绵的东西，那是一个站在小路上的人。这个人穿着一身黑衣，与黑暗融为一体，所以我才没有注意到他的存在。这个人在我耳边说了一声：“钱老师，你别怕。”
那声音如银铃一般，正是甄老师的声音。我心中一阵狂喜，原来甄老师已经从山村壮汉那里逃了出来。我连忙对他说：“太好了，甄老师，你没事。”但随即我想到身后那些发狂的孩子，赶紧叫道：“甄老师快跑啊！不知道为什么那些孩子全疯了，他要杀我。”甄老师微微一笑：“不用怕。”他抬起手，我这才发现，在他的手中竟然端着一把步枪。与此同时，我发现他的身后还站着一个身穿黑衣的人，是东婆婆。东婆婆的手中也拿着一把步枪。眼看孩子们一步步的逼近，甄老师和东婆婆扣动了扳机，砰砰砰砰砰，几声枪响过后，孩子们应声倒地。四周恢复了一片死寂。我擦着汗问：“你们杀了他们？”甄老师摇了摇头：“没有，我们没有杀他们，枪膛里装的是麻醉弹。”原来孩子们只是被麻醉了，我的心稍微放宽一点，但立刻发现了不对劲，大声问道：“你们是谁？怎么会有麻醉枪？你不是被他们抓走了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你为什么和东婆婆在一起？”甄老师冷冷地望了我一眼：“你真想知道我是谁吗？”我使劲地点头。他冷笑一声：“哼，我也是一个医生，东婆婆和我一样，也是医生。不过，我们不为医院工作，我们为一家国外的药厂工作。”5年前，甄老师，不对，应该是甄医生，和东婆婆一起来到古家村。甄医生以支教的名义进入古家村玩小，而东婆婆扮作草蛊婆，选了10几个痴呆儿童患者，以蛊虫治疗的名义送进了小学。不过，给孩子们治疗的并不是东婆婆，而是甄医生。甄医生将一家国外药厂新研制的痴呆症治疗药物磨成粉末，掺在了腊肉里，切成粒后熬在粥里给小孩们服下。东婆婆用水蛭取走孩子们的血样，只是为了将血样寄到国外药厂进行药理作用分析。只要出了古家村，走上3个小时的山路，就会有一辆药厂的轿车等在那里。他们之所以没有将村里所有的孩子都进行治疗，是为了进行所谓的双盲对比实验。这种药物被怀疑具有极强的副作用，国外早已经禁止用它进行任何人体药物的实验，所以那家国外药厂把注意力都盯准了这个偏远的山村古家村。经过5年的人体药物实验，甄医生能够判断药物的确对痴呆症治疗有效，但副作用也不容小觑。只要在12小时内未持续服用，患者就会精神失常，并伴有严重的暴力倾向。这就是为什么刚才那些小孩会发疯似的追打我，就是因为没有服用含有药物的腊肉熬成的稀粥。我不禁想到了古校长的死，大声质问：“古校长一定是你们杀的吧？”甄医生点了点头：“不错，要是他去报了警，东婆婆用蛊术治疗病人的事情就会流传出去，难免会有外界的人进来调查。如果有人在孩子体内发现了那种药物的成分，我们在这里做人体药物实验的秘密就会被揭穿，所以我们别无选择，只有杀死他。”那你是怎么从山村壮汉那里逃出来的？我还是执着于这个问题。甄医生回答：“多亏了东婆婆，她还没有走远就听到这边的动静。她随身携带2把麻醉枪，就是这种步枪，放倒了所有的村民，救出了我。”我又问：“既然你们已经与山民交恶，那以后你们还能在这里进行人体药物实验吗？这不等于把这个秘密就已经公诸于众，再无法保守了吗？”
甄医生点头。没错，我们已经无法在这里继续进行实验了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现在麻醉了这些孩子，过一会儿就会有国外药厂的人赶到这里，他们会把这些孩子带到一个隐秘的地方，继续进行我们的实验。小珍呐，还跟这家伙废什么话呀？赶快解决他！药厂的人马上就要来了。站在一旁的东婆婆突然叫道：“我暗叫一声不好，人体药物试验已经到了上亿美金的经济利益，他们怎么能让我全身而退呢？既然他们能杀死古校长，同样也能杀死我。”甄医生微微一笑：“东婆婆，看在我被山民绑走的时候，他曾经奋不顾身的挡在我的前面，我决定在杀死他之前告诉他所有的事情。要死就让他做个明白鬼吧。”他阴森森的笑了起来。东婆婆举起枪：“现在讲完了，我也该送他上路了。这枪打出去，他被麻醉以后，我们就把他给埋了。”突然间，我大声叫道：“哼！你们真以为可以这么容易的杀死我吗？”东婆婆反问：“杀死你还不容易吗？”我从兜里取出一样东西，扔在地上。那是一个微型的卫星通话器，上面闪烁的红灯表示通话正在进行中。东婆婆和甄医生脸上同时露出了惊慌的表情。“你是谁？你怎么有这个东西？”几个月前，海关向沿海警方通报了一条异常线索，他们发现有人走私某国外药厂生产的痴呆症治疗药半成品入关。这种药物被怀疑具有极大的副作用。经过跟踪，警方发现药物几经辗转流入到西南某省的山区中，于是有人怀疑在偏远的山区暗中有人进行人体药物实验。当目标锁定古家村以后，我伪装成支教教师被派遣到古家村来。我是一个警察，我随身只带了一样东西，就是微型通话器。我的同事藏身距离在这里1公里的地方，如果不出意外，再过几分钟他们就会到达这里。甄医生与东婆婆无力地跌坐在地上，我的同事带走了他们。而那些孩子在注射了镇定药剂以后，一个个神情呆滞地站在学校的旗杆下，和那些没有经过药物实验的痴呆儿童没有什么不同。那个曾经殴打过我的山民对我说：“秦老师啊，其实对于他们来说，做一个痴呆儿比做一个小白鼠好多了。”我点了点头，是的，的确如此。起码这样的人生还属于他们自己。小镇亡魂第1集。在一个偏远阴森的小镇上，流传着这么一个恐怖的传说：每天夜里凌晨1点，总会有人看到一个浑身湿透的白衣少女游走在死寂的街道上，所过之处都会留下一道诅咒般的可怕水痕。曾经有目击者说，女孩那身白色的衣服看起来像块裹尸布，似乎在挨家挨户的寻找着什么人。以上这个夜游少女的恐怖传说，是西来到新的班级以后第一次和同学们聊天的时候兴说的故事，在当地颇为出名。虽然怪诞，却被不少人深深的信服，因为早在10年以前，当地确实发生过一起悲伤的事故。
夺去了一个6岁女孩的性命。10年前的一个夏日，一对年轻夫妇带着6岁的女儿来到这个小镇上。他们原来是来参加一位老同学的婚礼，可怎么也没想到，他们竟然永远的在这里告别了自己的女儿。在拥挤忙乱的婚宴过后，那对夫妇跑遍全镇，也找不到自己的孩子，便向当地的公安报了警。然而2个小时以后，他们等来的却是女儿溺水身亡的噩耗。事后，警方给出的答案是意外死亡，但那对夫妇觉得很是蹊跷，因为女儿一向乖巧懂事，不可能擅自跑到河边去玩耍的，况且还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。后来听说，那个孩子的母亲在事发的2年后抑郁而死，孩子的父亲至此也下落不明，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就这样彻底的毁了。这个小镇上开始流传这个游魂的故事，是在女孩死后不久，而在接下来的6年时间里，每隔1年都会有一个男孩在水中溺死，日期都是女孩忌日那天，所以人们就猜测那个亡魂就是当年死去的那个女孩。后来相继死亡的人也一定是中了他的诅咒。来到小镇之前，西住在周边的一个大城市里，由于父母去支教，他暂时寄住在小镇上的外婆家里，并进入了当地唯一一所重点高中学习。西是一个外表柔弱、个子不高的女孩，脸色总是很苍白，看起来像是一副快要生病的样子。但是因为她五官长得非常精致，性格也特别的温和可亲，作为一个插班生，却很快受到大家的欢迎。西呢，也十分喜欢这个班级的同学。在短短的1个星期时间里，他就交到了2个关系要好的朋友。可以说，新的生活对他来说一切都是愉快的。但班级里边却有一个人让他感到不舒服，那就是他们班的学习委员子夜。他是一个长相、成绩各方面都很优秀的人，唯独性格有些古怪。除了完成老师分给他的任务，他基本上不会主动和别人讲话，脸上总是带着冷冷的表情。为了满足他与那与生俱来的好奇心，西不禁向同学们打探起了关于子夜的事情，却意外地发现他在同学们心中的评价相当的好，是个勇敢善良、温柔体贴的人。而现在他之所以这么怪异，大概是因为去年他刚刚失去了母亲的缘故。有一天放学，天色已晚，子夜帮老师批完作业以后，回到教室取书包。本以为同学们都已经回家了，推开门，却看到一个人影躲在黑漆漆的角落，不禁被吓了一跳，大声喊道：“谁在那儿？快点给我出来！”对不起，吓到你了吗？我只是没有带伞，躲在教室里躲远而已。说完，西蹑手蹑脚的从角落里走了出来，不好意思的看着子夜。哦，是你啊，我还以为……说到这儿，子夜停顿了一下，似乎对刚才进门时的场景心有余悸，但此时他看着面前那个羸弱的小女孩，不禁关切的问道：“外面这么黑，你一个人躲在教室里，难道不怕吗？”“没关系的，我不怕黑。”西腼腆的笑着，那笑容干净而清澈，像是黑暗中盛开的雪莲，让子夜突然有种心动的感觉。一起回家的路上，2人共撑着一把不大的雨伞。为了不让西淋到雨，子夜一路都斜侧着，完全没有顾及自己已经淋湿透的半个身体。深秋时节，冰冷刺骨的雨水顺着他的脸颊、发梢和袖口
不住的低落，冻得他瑟瑟发抖。他知道自己浑身湿透，回去免不了的要被当医生的父亲责备一顿，但在那一刻，他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。回到家中，子夜没有理会父亲在一旁啰嗦，径直走到浴室去洗澡。当他听到父亲在门外问自己到底有没有按时吃药的时候，突然从浴缸里爬出来，从外衣的口袋翻出一个小瓶子。3年以来，他每天都会在父亲的嘱咐下吃下这抑制幻觉的精神类药物。虽然吃了这些药，他还会经常产生幻觉，看到那个白衣女孩无处不在。直到最近一段时间，他才渐渐地远离了子夜的生活。此时，子夜正站在镜子前，手中紧紧地握着那个小小的瓶子，心脏剧烈地跳动着。他很想试探一下自己是否还会产生幻觉，于是他将浴室的灯光调到最暗，目不转睛地盯着镜子里的自己的身后的每一个角落。突然发现，一个白衣女孩在镜子里对自己微微地笑着，那笑容天真无邪，竟和西有些相似。他连忙回头看过去，发现身后没有人。然而当他再次看向浴室的时候，刚才那个女孩正趴在浴缸的边缘，长长的头发顺着浴缸搭下来，不住地将水滴在瓷砖上，形成咒符般的水渍。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总是来骚扰我？子夜声嘶力竭地对那个鬼魂喊道，但却只看到鬼魂的嘴唇在动，听不到他发出任何的声音。父亲闻声赶来，推门进来的时候，发现子夜已经昏倒在地，身旁散落着一颗颗没有来得及吃下的药丸，浴室的地面已经被水浸湿，还有几股细细的水流不住地顺着浴缸的边缘向下滑落。从昏睡中清醒过来，子夜发现自己躺在客厅的沙发上，父亲此时坐在他的对面，神色不安。看见儿子睁开眼睛，父亲语重心长地说道：“吃药还是不行的话，我们去医院试试吧。”爸，你不会真的把我当成精神病人了吧？听到父亲把他送到医院，子夜惊讶的一下子坐起来，对父亲大声说道：“我敢向你发誓，这一次我看到的绝对不是幻觉。那个女孩刚刚真的就在浴室里。小镇上明明那么多人都相信这个传说，为什么你总是怀疑我的话呢？”亡魂什么的都是别人胡乱编造的，在我看来，相信的人都是因为做过亏心事，怕鬼魂找上门来。难不成你也是做了什么亏心事？子夜的父亲一直是个态度严谨的科学工作者，对鬼神论一说极其的反感。看到儿子现在深陷其中，不免心中有些感慨。才不是你说的那样，而且当年那个小女孩确实是被人……好了，那件事情我不是不允许你再提了吗？总之，从今天开始，你一定给我按时吃药，再发生一次类似的事情，我就立刻送你到医院里去，听到了吗？父亲一脸严肃地警告子夜，好让他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。其实那个被父亲禁止在家中提及的言论，正是10年前发生的那场悲剧的真相。那天下午，子夜一个人走在去父亲医院的路上，经过河边的时候，刚好看到一个小女孩在河里最后的垂死挣扎。在她的不远处，3个年纪相仿的男孩面对这一突发事件，被吓得魂飞魄散，
连忙四处逃窜。几个小时以后，有大量的人聚集在了案发现场，女孩的尸体上蒙着白布，她的父母已经在旁边哭得快要昏厥。在拥挤的人群中，子夜一眼就认出刚刚在河边的3个孩子。此时他们一个个面色苍白，吓得浑身发抖，但却对女孩溺死的事情只字不提。由于当天小镇上有一场盛大的婚礼，河边没有其他的目击证人，警方初步判定这是一起意外发生的事故。回到家中，子夜难平心中愤怒，将自己亲眼目睹的事情告诉了父母。但是当时家里人怕惹是生非，警告子夜不许将事情说出去，因为他们觉得一个6岁小孩子的话未必能有人信。于是从那一天起，子夜一家3口成了唯一知道事情真相的人。看到鬼魂的第2天一早，子夜仍像往常一样来到了学校。一进教室，便看见西在不远处向他招手，让他不禁想到昨晚在镜子中看到的那个女孩，顿时吓得脸色惨白。子夜同学，你的脸色不太好哦，是不是昨天淋雨了，身体不舒服啊？西关切地看着他，温柔可亲，和镜子里那个女鬼一点都不像。可能是昨天晚上没有休息好吧，我想我可能看见游魂了。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子夜的声音非常小，脸上还略带羞涩的表情，生怕自己被西嘲笑。而且以前这种话也是不太可能从他的嘴中说出来的。你也看见了？小若说他也看见了呢，大家正商量着今晚一起去探险捉鬼的事情。虽然我觉得这件事情有点荒唐，但也很想满足一下好奇心。怎么样，你要不要参加呀？西的话引起了子夜的兴趣，为了向父亲证明自己的清白，他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参加这场活动。于是那天放学以后，一群16、17岁的孩子都没有回家，而是打着班级活动的旗号，准备来一次彻夜的探险。然而谁也未曾想到，真正的亡魂早已不知不觉中悄悄潜入了他们的集体。夜幕降临，街道两旁的店铺纷纷打烊，只有昏黄的路灯在街口为人们指引着方向。偶尔路过的3、2个行人也都紧赶着步伐，奔向温暖的家中。瑟瑟的秋风吹动着地面上的落叶，时而形成一阵小漩涡，在地面上一步几米。年复一年重复着夜晚的死寂，似乎到了晚上，这里就不再有人类居住，而是亡灵的世界。只有极少的无神论者和异常胆大的人才敢在晚上出来活动。这群孩子明显属于后者，但是在他们当中也不排除一些胆子小却喜欢凑热闹的人。如果在这个时候把他们单独留在空旷的街道上，说不定会直接吓得灵魂出窍。在这人群当中，胆子最大的一个非小诺莫属，他就是这次活动的发起人。据说他昨天半夜失眠，坐在窗台上发呆的时候，看到了传说中那个游魂一般的白色身影。与正常人的反应不同，他没有因为害怕而躲起来，反倒是立身穿上鞋子冲出家门，想要和那个鬼魂来一次正面碰撞。从小到大，他一直是一个神经兮兮的人，虽然是个女孩子，却有着比男孩子还敏捷矫健的身手，勇于探索的精神，尤其是对未知的存在，更是到了痴迷的程度。
子夜原本也是一个胆大的孩子，而且3年以来一直与鬼魂作伴，早已经对这种特殊的存在习以为常。可是像昨晚那样，在一个幽闭的空间中近距离的和鬼魂接触，却还是第一次，着实把他吓了个半死。现在想起来还心有余悸。对于西来说，这无疑是他长这么大以来参加过最刺激的活动，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期待。同学们都很好奇，像她这么一个外表柔弱的女孩子，怎么会有如此的胆量？但她就是这么平静、淡定，甚至还带着一点小小的喜悦。这一晚，20人组成的捉鬼小队浩浩荡荡地穿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，严密地搜索着每一个阴暗的角落。这是小镇居民从未见过的景象，好奇的人们不禁纷纷驻足窗前，似乎在等待着一场好戏上演。然而行动并不像同学们想象的那么顺利。当他们一群人在街上闲逛了2个小时以后，小诺有些不耐烦地建议大家说：“哎呀，就算是鬼魂，看到这么多人也会害怕吧？我看我们还是分头行动吧。”不要吧，人多安全一点，万一被女鬼拖到河边怎么办呢？我还不会游泳呢。一个身材高大的胆子极小的男生立刻不安地抱怨起来，身边好几个人也都配合的连连点头。哎呀，你们这群男生真是没用，看人家西那么柔弱的女孩子都没有说什么呢。哎，对了西，西到哪里去了？子夜，你看到他了吗？小诺一边说着，一边在人群中寻找西的身影。奇怪了，刚刚他还在我身边呢，会不会在上个路口走丢了？我们快点回去找他吧。说完，子夜和另外3个男生一起原路返回，寻找掉队的同伴。当他们经过一个巷道的时候，突然有人脚下一滑，狠狠地摔倒在地。哎呀，这真该死！天又没有下雨，哪来这么多水呀？当他一边抱怨一边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，看到了一股涓涓细流正源源不断的从深巷中流淌出来。他不禁顺着狭窄的巷道看过去，发现一名幽灵般的少女正拖着长长的白衣向无边的黑暗中走去，随后她的惨叫声响彻天地，久久的回荡在深邃的夜空之中。走在前面的3个人闻讯赶来，发现自己的同伴已经被吓得丢了魂了，嘴里只是不断的重复着3个字：白色的，白色的。子夜猛地抬头看去，恰好与那名白衣少女四目相对，于是他一边往巷子里跑去，一边大喊：“站住！你到底是什么人？”少女没有理会他的话语，继续引导着他向黑暗中走去。无边的死寂在他四周瞬间蔓延开来，压抑的他无法正常呼吸，但他依然紧追不舍。眼看就要赶上他的步子，子夜突然被脚底的东西绊了一跤，一抬头，少女的身影不见了，却发现西正躺在冰凉的地面上，身体已经被水浸湿，脸色苍白，像死人一样。人死后究竟会去向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？是幸福美好的天堂，还是阴森恐怖的地狱？人的灵魂在死后会永久的安息，还是陷入无止境的轮回？西在很久以前就曾经想过这些问题，却没有人能给他答案。
当他再次睁开眼的时候，发现自己正置身于一个小镇繁华的街道上。这是一个炎热的夏日，天空湛蓝，阳光明媚，熙熙攘攘的人流在他身边不停地穿梭。大家都赶着去参加一场盛大的婚礼，随着拥挤的人潮，西好奇地来到婚礼现场，发现小镇上的居民都被幸福的氛围所感染着。没过多久，3个6、7岁左右的孩子向他这边走了过来，非常友好地和他搭起讪来。哎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？也住在这里吗？我们怎么从来没有见过你？我叫雨飞，是爸爸妈妈一起来参加婚礼的。奇怪了，西不明白自己在说什么。可是婚礼好无聊啊，跟我们一起去河边玩吧。我不敢去，妈妈说会说我的。西依旧控制不了自己的言语，他好像是一个被禁锢在这个躯体里的旁观者。没关系的，我们玩一会儿就回来了嘛。他们当中个子最高的那个男孩说完话，就牵着西的小手，拉着他和同伴一起离开了喧闹的婚礼现场。西并不怎么会游泳，但是清凉的河水依旧带给他欢乐，他开心的和小伙伴们一起追逐玩耍，却在不知不觉间已经来到了很深的水域。突然发现自己远离了岸边，西非常害怕，他尝试着向伙伴们靠近，却被水淹没了整个身体。河水一口一口地呛进了他的气管，他拼命地挣扎起来，却只在水中不断地下沉，直到他的眼睛再也睁不开，呼吸渐渐地停止。眼前的世界瞬间崩塌了，身边只剩下一片死寂。西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方，只知道他刚刚见证了一场死亡，隐约之中，西感觉到自己正被人抱在怀中，但他却听不见，也看不见任何东西，好像所有的一切都被淹没在水中，永远的结束了。子夜抱着昏迷不醒的西一路小跑，紧忙的赶回家中。刚一进门，发现父亲正坐在客厅，一边喝茶一边等他回家。看到儿子进门，父亲担心的问：子夜，你们晚上到底出去搞什么名堂？这女孩又到底怎么回事？爸，我不是说了吗？班级里搞活动吗？爸，你先别问那么多了，她是我们班的同学，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晕倒了，你帮她检查一下吧。子夜说完，把西放到了沙发上，并拿来一个毛毯给他暖暖身子。他怎么全身都湿透了？你们这群孩子真够胡闹的！我看这样不行，得立刻把他送到医院，万一出了什么状况，我们怎么向他家里人交代？说完，子夜的父亲匆忙地披了件外衣，连夜将子熙送到镇上最好的医院。在开车去往医院的路上，他不可避免的要经过小河边那条公路。子夜无意的望向窗外，却发现河中央有一个白衣少女在向他这边挥手，不禁吓得他大叫了一声。父亲用力的踩下刹车，将车停在路边，紧张的问道：你这是怎么了？突然这么激动？没什么，突然想起我的作业没做。子夜假装淡定的对父亲说道。自从父亲说过上次要送他去精神科看病以后，他就学会了在父亲面前隐藏自己的感受。从那天开始，西陷入了久久的沉睡之中，很多天都没有醒过来。医生对此也给不出一个合理的解释，只能留他在医院里进行观察。在西住院期间，同学们都很担心他，大家都会轮流帮他抄课堂笔记，每天放学后还会有慰问小组到医院探望。
小诺和子夜更是这里的常客。一个是为了陪伴自己的好友，一个是为了陪伴自己在意的女孩。有一天晚上，子夜在病房中陪护的时候，不知不觉趴在床边睡着了。凌晨2点左右，房间里一片寂静，没有开灯，只有几台老旧的医学仪器亮着几点鬼火般的幽光。睡梦之中，子夜隐约感觉身后有一阵凉意袭来，不禁从梦中惊醒，回头去看，那白衣少女正在背后默默地看着他，像那天在镜子里看他一样，微微的对他笑着。由于害怕自己叫出声，子夜下意识地捂着嘴巴，并十分敏捷地起身后退几步。然而这一次，那名少女的目标并不是他，而是冲着病床上的西走了过来。他缓缓地爬上了西的病床，跪在他身边凝视了一会儿，然后一瞬间就潜入了他的身体。突然，子夜看到西睁开双眼坐在床上，用十分冰冷的声音说道：“你就是那天在场的第4个人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”10年的光阴并不漫长，当人们还不清楚自己究竟做了什么的时候，时间已经悄悄地流走了。然而，这10年对于宇飞来说，每一秒在这世上的停留，都是痛苦的煎熬。因为他不知道自己还要停留多久，才能不再做孤魂野鬼。他也不知道怎样才能为自己的灵魂寻求一个安息之所。当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，就听大人们说过，人死后不能安息，要么是心愿未了，要么是有未报的仇。宇飞不知道自己是属于后者，因为他当年的死确实是因为自己的疏忽所致，可是同伴们对他见死不救，甚至隐瞒实情，让他一直蒙受冤屈。宇飞是善良的，他不曾伤害过任何一个人，包括那3名所谓的仇人。然而，即使是上天帮他报了这个所谓的仇，他也依然继续痛苦的存在着。走投无路之时，他突然回想起了当年在岸边看到的第4张稚嫩的面孔，他深深的怀疑，那就是他久久不能离去的原因。为了寻找那名少年，他花了很长一段时间，也就在那段时间里，小镇上的居民偶尔发现他出没在深夜的街道上。然而作为亡魂，他无法和人类交流，所以这件事情他始终没有找到头绪。正值他陷入迷茫之际，小镇上碰巧来了一个姑娘。宇飞惊奇地发现，这个姑娘长相竟然和自己有几分相似，年龄也恰好合适。于是他决定附身这名少女，混入人群中寻找真相。也就是说，当西第一次出现在新班级的时候，小镇亡魂就已经伴随着他一起出现了。只是那时飞还无法控制他的言行，仅仅是作为一个旁观者存在着。当小镇的人们在熟睡的时候，子夜正独自一个人在漆黑静谧的病房中，和这名幽灵少女有了第3次正面对峙。此刻他心中的恐惧感已经完全消失，取而代之的则是他对西的担心。为了试探他的来意，子夜沉着冷静地对他说道：“你应该就是人们传说中的鬼魂吧？我不明白，当年对你见死不救的那3个男孩明明都已经死去了，为何你却没有离开？”女孩没有说话，而是突然从病床上走了下来。
因为无法很好的支配西的身体，他的动作看起来有些诡异，像一只被线扯住的玩偶。他先是一路踉跄着来到门边，然后打开房门，向黑暗的走廊中跑去。子夜神情紧张地跟在他的后面，生怕他做出什么怪异的行为，伤害到无辜的西。却发现少女的身体越来越灵活，步子越来越快。经过一路的追逐，两人已经不知不觉来到屋顶的天台。由于这是一座比较老旧的建筑，屋顶四周的护栏已经有多处破损，靠近他们将十分的危险。我很抱歉，我没能说出事情的真相，让你蒙冤受屈。你想把我怎么样都无所谓，但我能否请你离开他的身体？子夜完全顾不上自己的安危，心想无论如何要先稳住他的情绪，把西从他手中救下来才行。其实我也不想这么做，但是我实在是太痛苦了。少女一边用颤抖的声音说道，一边向身后的护栏慢慢的退去。她的这一举动瞬间将子夜惊出了一身的冷汗，但他又不敢轻举妄动，于是他只能故作镇定地说：你要找的仇人应该是我，只要你放开他，你想怎么样我都答应。那你愿意为了他去死吗？也许你死了，我的灵魂就可以得到安息了，求求你救救我吧。女孩说话的时候，眼泪止不住地顺着脸颊流淌下来。子夜看得出他内心一定非常痛苦，若不是走投无路，他绝对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。没有丝毫犹豫，子夜一口答应他的请求。好啊，不过你也要答应我一件事情，让我在死之前亲手将这条项链给西戴上。说完，他从风衣口袋里拿出一个精美的小盒子，里面放着一条紫水晶项链。见到女孩默许，子夜开始小心翼翼地靠近她，直到他抓住女孩的手，才终于安下心来，深情地献上自己的礼物。子夜温柔地在她额头上亲了一下，然后露出了满足的笑容。只是那笑容里充满了刻骨铭心的悲伤，深深地刺痛女孩那颗原本善良的心。看到眼前一幕，女孩突然心软了。她觉得自己不应该如此残忍，应该放弃复仇，然而她却没有来得及阻止子夜的脚步。随着一场倾盆大雨骤然到来，子夜的身体从医院6楼的屋顶快速地坠落下去。当子夜笑着跳下楼顶那一刻，雨飞迅速从西的身体里脱离出来，紧紧地抱住子夜，和他一起坠落下去。在空中经历短暂的2秒，似乎无限拉长的距离。子夜过往记忆的画面像电影一样不断地在两人脑海中闪现，从咕咕坠地之时，直到上一秒钟最后的诀别。雨飞看到事发那天晚上，子夜回到家中，将看到的真相告诉了自己的父母，然而父母不仅没有相信，反而还警告他不要将这件事情给说出来。从那时候开始，子夜心中充满了愤怒，对这场悲剧始终念念不忘。第2年，雨飞忌日那年，子夜将3名少年中的一个骗到河边，利用手段使其溺水身亡，并伪装成为意外事故，而其余2名少年的死也都和他有关。愧疚与罪恶的感觉同时压抑在子夜的心中，让他的人生最美好的年华在极度痛苦中度过。他曾经患上严重的神经衰弱，不断地承受着噩梦的侵扰，并时常出现幻觉，
虽然在父亲的帮助下病情有所好转，却依然感觉自己生活在地狱般的世界。直到西的出现，才重新点燃他生活的希望。当子夜重重摔在地上的时候，雨飞已经泣不成声。他一边流着眼泪，一边用冰冷的手抚摸着他的面颊。无数句感激与抱歉的话却来不及说了。子夜并没有恨他，而是在闭上眼睛的最后一刻对他笑了，笑得很是释然，因为自己的灵魂终于得到一个真正的救赎。早上5点多钟，天刚蒙蒙亮，一名环卫工人到医院的后侧打扫卫生的时候，发现一名坠楼身亡的少年。几乎同一时间，医院的工作人员在屋顶的护栏附近发现了昏迷不醒的西。由于事发当晚没有监控视频记录，没有目击证人，无法证明是自杀还是他杀。蹊跷的案件让当地的警方陷入了困惑之中。悲伤的葬礼过后，子夜的骨灰被安放到镇上最好的墓园当中。家人和朋友经常去看望他，然而却没有人知道，在他的墓碑下面还有一个灵魂永远的守护于此。雨飞再也不用去寻找什么安息之所，因为这里已经成为他永远的家。当子夜坠楼事情发生1个月过后，西终于从昏迷中醒了过来。然而他却忘了自己在小镇上所经历的一切，只觉得自己做了一个冗长而又悲伤的梦。梦里他好像失去一个非常重要的人，但他怎么也不记得那个人的脸。跟随着母亲办理了退学手续，告别了居住在小镇上的外婆，西又回到他从前生活的城市，在新的学校结识了新的朋友，过上了新的生活。5年以后，长大成人的西再次回到镇上，为病逝的外婆打扫坟墓。当他独自一个人漫步在清静安宁的墓园当中，一张嵌在墓碑上的照片深深地吸引了他的目光。他驻足在墓碑的面前，仔细地看那照片里的男孩，有点冷酷的笑容，但却清秀的脸庞却给他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他情不自禁地摸了一下自己胸前那条水晶项链，一瞬间泪如雨下。